前2天在楼下遇到的那几只流浪猫，居然自己送上门了。昨天下午4点多钟，突然听到我家门外有小猫在叫。目测就是在楼下遇到的那只。有小猫。我这是24楼，我当时真的不明白它是怎么上来的。你说一直听到小猫在叫，看人了吗？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给你弄点吃的。没有办法，还听到有声音叫。哪儿声音？还有声音。哦，这还有一只。我先把你放回去，我再来找它。为了我家猫的安全，我先把它隔离到了阳台，安置好它以后就赶紧出来抓另一只。每一层的角落都得看一看，最后终于在28层找到了那只小菊。那三弟兄弟，这不是小公猫还是什么猫？最后给它们放上了水和粮，因为不确定它们现在的身体情况，所以不能跟家里的猫接触，只能委屈它们先在阳台待着了。不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凌晨4点钟我起夜的时候，又听到了外面有小猫在叫。昨天的视频里说到有2只小流浪猫爬了20多层楼，在我家门口叫，被我给抓了回来。结果凌晨4点多，我又听见了外面有小猫在叫。别追了，别追了。因为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就随便拿了个纸箱子就跑出来抓猫了。这只小猫真的很能跑，带我爬了好几层楼，最后躲在了角落的纸板后面。我从缝隙里看到小猫正顺着墙面往上爬，这层楼的围栏缝隙非常宽，如果小猫爬到围栏边上，很可能就会从楼上掉下去。我情急之下直接伸手把小猫拽了出来，然后就被咬了一口。好在小猫没事，这回兄弟姐妹3个算是团聚了。前几天抓小鸡和这次抓猫被伤到的都是同一根手指，于是我喜提狂犬疫苗和破伤风。回来以后赶紧把笼子周围都消了消毒，观察了一下，它们上厕所吃饭都很正常，而且它们在笼子里玩得特别开心，这让我非常怀疑它们送上门就是故意的。救命啊！这几只小猫实在是太能造了，猫砂刨的到处都是，笼子上面的纸巾也被它们给拽下来玩。对我来说，收拾笼子真的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大工程，因为我对猫过敏，不仅有鼻炎，还有哮喘。老粉其实应该都知道，我以前有很多只猫的，就是因为哮喘，所以我把掉毛厉害的长毛猫全部都送到了亲戚和朋友家里。偏偏这几只送上门的小猫还全都是长毛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小猫的问题，我的态度从来都是做人一定要善良，但同时也要懂得量力而行。虽然养活它们没有问题，但我必须要考虑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不然我病了又怎么去照顾它们呢？那个时候没人照顾的它们，恐怕还不如在外面流浪，那最初的善心不就变成了愚善了吗？更何况除了它们，我也必须要对家里这3个小家伙负责呀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所以给他们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，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花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，我才终于把阳台和笼子都收拾干净了。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有成就感，因为我觉得小猫起码可以待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里了。但是没想到我一觉醒来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呀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弄成这个鬼样子，谁还来领养你们啊？好歹我以前也是个颜值博主，现在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了，我感觉马上就暴毙了。我求求你们了，做个人吧，做点人事吧。前段时间不是有3只小猫爬了20多层楼找到我，被我给抓起来了吗？其中2只已经找到合适的领养了，就剩下这一只咬了我一口的臭弟弟。我仔细考虑了一下，打算把它留下了，今天带它去打疫苗。因为抓它的时候它咬了我一口，所以就打算给它取名叫咬我一口。咬我一口虽然胆小，但它也很老实。医生给它做检查的时候特别配合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打疫苗它居然这么乖，全程没有叫也没有挣扎，甚至打完疫苗之后，它还在呼噜呼噜。
乖呢？啊，还在呼噜。因为他的疫苗还没完全打完，所以就单独给他放在了一个房间，跟我和八条他们分开了。咪咪，过来。我摸他肚子的时候，他夹着尾巴很紧张，但是又没有做出任何抗拒的动作。通过这一点，还有他能爬到20多层楼找人，我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有多么的渴望被爱，又怕被伤害。不过小家伙别担心，以后你就有家了。我决定把咬我一口散养了。刚来我家那会儿，咬我一口是很乖的，虽然胆小，但起码它让摸。可慢慢的，它变了。最开始是躲着我，不让我靠近它。哎呀，过来。后来更是直接把自己藏起来。它还有着爬墙的本事，甚至能藏到晾衣房的顶上。但它老是把自己弄受伤，我就得满屋追着它给它上药。最头疼的是它的疫苗只打了1针。想带他去打第2针的时候，他像疯了一样，有很大的应激反应。这副手套就是专门为他买的，看上面这些伤痕就知道他可不止咬我一口了。再后来，他凭借自己爬高上低的本领，顺着晾衣房的排气口逃了出去，每天在院子里跟狗混在一起。院子最近要重新装修，特别的脏乱，我想把他抓回来，但他特别警惕，不让我靠近。过来呀。没办法，我就在角落里给他准备了猫粮，他每天都会在那里吃饭，吃完饭就跟狗子们一起在院子里玩，下雨天就和如花小胖一起躲在屋檐底下睡觉。也许这就是流浪猫和宠物猫的区别吧，它已经见识过广袤的天地了，怎么甘心被房屋给束缚呢？既然它喜欢自由自在，那我就选择用它喜欢的方式来跟它相处。猫咪小院拆掉重新装修，这2天已经开始动工了，声音特别大，不知道咬我一口被吓跑了没有。看这个天已经快要下雨了，不知道它在哪儿呢，得赶紧喊它回来吃饭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吃饭啦！瑶瑶，过来吃饭，等着你吃吧，吃吧。趁它吃饭的时候可以偷偷摸2下，不然平时根本不让碰。你说你好好的房子里不住，非得跑出来，图啥呢？吃饱喝足了就跑去上厕所。这个时候我有点理解他为啥不愿意在家待着了。家里养的猫哪里有这么大的天然猫砂盆？看完了？不埋吗？好，埋了。如花，你真讨厌！我在院子里给8条他们定做了一个小猫屋，因为淋雨，外立面的颜色很不均匀，所以我要给猫屋做个整体碳化。做着做着，我才发现8条在旁边的雨棚上当监工，可能是知道我在给他们装修房子吧，咬我一口也跑过来守着了。左右2个监工，这活我可得干仔细了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猫屋里的地板是不能少的，这样猫咪待着舒服，也方便收拾。我是没想到咬我一口现在居然胆子这么大了，工人给猫屋喷漆也完全不影响它在房顶上干饭。定做的钢化玻璃也到了，给猫屋安上，基本就算完成了。我又在猫屋的侧面开了一个小洞，安上个猫门，这样它们就可以自由出入了。然后还要给猫屋通上电，后续装猫砂盆、饮水机、空调啥的都得用。在猫们正式住进去之前，先把小猫粮放进去，让它们适应一下。如果我不说，你们一定猜不到这个木架子是干嘛用的。之前8条总是趴在饲养箱上面，那个盖子被它压翻了好几次。为了小鸡的安全，我才特意定做了这个架子，这样就不怕8条它们趴在上面了。开灯看下效果，是不是还行？软装正在路上，等到了以后，把小木屋的外面再装饰一下，8条它们就可以住进去啦。我在院子里给8条它们搭了个小猫屋，软装已经到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雨还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为了不耽误8条它们入住新房，我连夜在猫房子里给它们组装家具。除了这些爬架，我还专门给他们买了个跑步机。
因为8条绝育之后，体重从11斤直线飙升到了15斤，必须得控制一下了。3个人装了整整4个小时才弄完，再把爬架固定到墙上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家具弄完，8条他们也入住进来了。这个时候幸福感满满，因为这就是我脑海里期待的温馨画面。对了，得赶紧带8条试试跑步机。这个小机灵鬼教了2下就立马学会了，只要他能坚持锻炼，我就不用担心他变成一只宝猪了。突然就感觉很羡慕8条啊！你说他年纪轻轻就有房了啊，不仅有房，他还有车呢，妥妥的喵生赢家呀！